美国琢磨不透卫星发现的中国神秘飞机，难道是哪个模型厂商不负责任，把自己又变成战忽局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啊，美国好几个军事网站上，一些专业人员在分析一张卫星照片，分析结果是晕头转向啊。美国这些网站说呢，卫星照片是在兰州附近一个军用机场拍摄的，显示在跑道上停着一大排战斗机，绝大多数是老歼七。但是呢，其中有8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型隐身飞机，那个头可能是跟歼十差不多，好像比歼十略微大一点。这些个隐身飞机啊，7月份开始被卫星观察到9月9号就消失不见了。这件事儿引起了老外们的充分的好奇心，而且跟以前分析中国沙漠里那些所谓的风力发电机基座不同，那次是熟悉冷战期间核战略的人呢，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弹道导弹发射井嘛。这次正相反，越是专业人员，好像还越看不懂这些飞机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有人的还是无人的。因为从专业角度看，怎么解释道理都不通，甚至你说它是假飞机，好像都不太对劲。首先，这些飞机啊样子很特殊，明显的有一点点像歼20啊，跟歼20一样，都是双垂尾的，压式布局的。那个机翼呢也是梯形翼的，梯形翼有利于隐身嘛。但是细看差距也很大呀。歼20是双发的，但这些新飞机看上去是单发的，机身显得很瘦小，那个垂直尾翼的面积也显得比歼20的尾翼啊小很多，可能是卫星拍摄角度造成的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个飞机上面体现的要素，看上去技术呢是合理的，没有什么违反常理的设计，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国外这群专家就开始琢磨，按照中国一贯的保密原则，除非是最高层说了这个飞机可以公开了，否则一种新的战斗机肯定是平时藏在厂房里边、机库里边，不可能大摇大摆放在跑道边上让卫星拍照。而且呢，新飞机就算是做实验，也得是在沈飞、成飞、昌飞、贵飞这些研制单位先亮相，然后去试飞院，再去试训基地。这8架飞机突然出现在一个空军的普通机场上，这算怎么回事呢？而要说这些飞机是中程僚机、无人机，这飞机又太大了，生产制造使用成本都会过高，而且作为无人机的话，气动外形也没有必要延续有人战斗机的风格，这个设计太保守了。要说是靶机呢，也不对，退役战斗机改成靶机，那是没法缩小体积。但是单独设计新靶机的话，为了降低成本，发动机推力也会比较小，弄出这么大一个靶机，就必须用到足够推力的涡轮喷气发动机，这靶机打靶就太贵了。而且要模拟隐身战斗机的话，靶机还真的得小一点，更容易把雷达反射面积也跟着做小。所以有人琢磨呢，这个是不是谁家做的模型啊？但是一般这种模型都要求跟真飞机很像，比如说我们要测试某型号的雷达反射截面积，那就需要模型跟真飞机的外形是绝对的仿真，得一模一样。美国现在自己就做了一架歼20啊，就是试图摸清我们歼20隐身性能的。当然，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做的 F-22、F-35也不少。再说了，如果是让对方的卫星侦察飞机真假难辨，那同样也是外形需要高度仿真，而且不仅外形要仿真，红外特征还有雷达反射面积都必须要仿真，因为对方卫星不一定的是普通的光学卫星，还有红外侦察手段或者是合成孔径雷达呢。所以跑道上这些飞机啊，跟咱们解放军的战斗机里边是跟谁都不像，那么反侦察的意义也不高。更何况国内现在做这类模型的水平是特别高，一些专门做影视道具布展展品的民间模型公司的水平都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谁要是把歼20做成这个德行，那就别在圈子里混了。飞机做成4不像，真不是因为我们的模型手艺不好。那么这么一来，大家都觉得找不到答案了。美国军事专家最后得出个结论，说这些飞机可能都是充气的，要么就是拍电影用的。他们说美国的《壮志凌云2》最近票房不错，他们觉得中国肯定想搞一部以歼20为主的电影，但是那电影我们已经拍完了呀，真的歼20都上场了，还至于用这个吗？所以怎么解释都不通。所以这些飞机到底是干什么的？国家没有公布，咱们也就不知道。但是我想起美国人曾经玩过的一个把戏，就是他们当年先在市场上销售了一种叫 F-19隐身战斗机的一个模型玩具，然后过几天军方马上出面要求所有商店下架这个产品，禁止销售。只不过这几天里边中间留足了时间，让苏联驻美使馆的人去买几个。所以真正到了 F-17隐身战斗机在战场上出现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那个 F-19的模型啊，纯属是子虚乌有。